作为一个新人去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，你会觉得十分复杂。你感觉你使用了所有其他人分享的方法，但是你的频道好像并没有什么成长。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搞不懂 YouTube 算法，你不知道它究竟要什么。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 YouTube 演算法是否不喜欢小频道。是的， YouTube 演算法是复杂的，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知道 YouTube 这个平台它的目标是什么，这样你做出来的影片才会和 YouTube 有相同的目标， YouTube 演算法才会喜欢你的影片。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带你剖析2022年最新的 YouTube 演算法，我会告诉你5个 YouTube 演算法最基本的原理。当你认真的看完这期影片之后，你就会清晰的知道你的影片里面需要再加入什么元素才会被 YouTube 算法推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，欢迎对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直接把旁边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另外在底下描述栏也可以找到很多经营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。首先第一点就是 YouTube 演算法是为观众服务的。YouTube 演算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提供给观众他们最感兴趣的影片，从让这些观众停留在 YouTube 这平台上越久越好，这样这些观众就能看到越多广告，从给 YouTube 这平台带来更多广告收入。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这目标并不容易。YouTube 演算法每天会分析来自观众那里的801个信号，例如他们在 YouTube 上面搜索哪些关键词，观看哪些影片，没有观看哪些影片，反复观看了哪些类型的影片。从这些数据里面，他就分析出这些观众兴趣，从而在最适合的时间里面推荐给他们最感兴趣的影片，让这些观众留在这平台上。所以如果你影片能够让观众满意，让这些观众停留在这平台上，那么你影片就达到了 YouTube 的目标。自然的 YouTube 演算法也会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。反之，如果观众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被你带离了 YouTube 这平台，例如说被你带到了其他网站或是你个人网站上面，那么这就和 YouTube 的目标背道而驰了。所以这部影片 YouTube 算法也不会给很多的推荐量。所以如果想要让你频道更快的成长，让你影片获得更多推荐量，你的影片就需要让观众停留在 YouTube 平台上越久越好。第二点就是 YouTube 演算法掌握着影片的所有信息。很多新手会认为 YouTube 算法只会知道自己在上传影片的时候提供给的那些信息，例如影片的标题、描述栏还有标签那些信息。其实并不是的， YouTube 演算法知道的远远更多。在你开始上传影片的时候， YouTube 演算法就会开始一帧一帧的扫描你的影片，去分析影片里面的信息。这些信息包括影片里面出现的场景变换，影片里面出现的物体，影片里面出现的地方、人物，甚至是人物上面的表情，这些 YouTube 算法都能够知道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可以用一些小技巧，例如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去迷惑 YouTube 算法，这是完全办不到的。因为 YouTube 算法就会把你提供信息做一个参考，它会全方面扫描影片的信息，例如观众是否点击了这部影片，在点击完之后是否有从头到尾观看完整部影片，在观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是否有继续观看其他的影片，观众对这部影片他们的满意度如何，这些信息它都会做参考。综合这些所有的数据， YouTube 算法才会知道这部影片适合推荐给哪些观众，这部影片是否能够满足观众的兴趣，要给多少推荐量。所以你的影片不是为了 YouTube 算法而去做优化，而是为了观众的观看体验而去做优化。你需要尽可能让观众满意的影片内容，这样自然的 YouTube 算法也会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更多的观众，让更多观众观看到这部影片。第三点就是 YouTube 演算法它的数据权重一直在改变。是的， YouTube 演算法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就在前几年， YouTube 演算法非常的看重一部影片它点击次数还有观看次数。如果一部影片被很多观众点击了，并且观众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，让点击次数转化成了观看次数，那么这部影片就被平台大力推荐。但是这并不能够保证这部影片内容是观众满意的，所以在那个时期 YouTube 演算法经常会被人利用，因为人们知道只要保证影片的点击次数还有观看次数就足够了，所以那个时候点击诱的方法非常的流行，很多人会利用迷惑性的标题还有缩图去骗观众点击，但是当观众点开之后，影片里面内容却不是原来那样的。但是这些创作者也不在乎，因为他们知道
演算法只会看重点击次数还有观看次数，一旦影片的点击次数高了，他们推荐量也就高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就有非常多的观众去抱怨 YouTube 平台一直在推荐这些点击优的内容，这让观众对 YouTube 平台的满意度一直在下降。为了留住观众， YouTube 平台对于演算法也进行了调整，从以前更看重点击次数还有观看次数，到现在更看重影片的观看时间。观看时间就是观众在一部影片里面观看了多少时间，这也能够侧面的证明观众是否满意这部影片，这部影片内容是否是观众想要的。如果一部影片它的观看时长高了，就代表这是优质的内容，那么 YouTube 算法也会增加影片推荐量。另外，YouTube 算法也会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去测试一下这部影片他们的满意度，会问观众他们刚才看的影片他们是否满意，这是 YouTube 算法另外一个衡量的标准。大家看到这里，是否对 YouTube 演算法有更加清晰认识呢？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里面你获得有用的信息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这样就可以让更多观众观看到这部影片，并且对这频道也是非常大的支持。第四点就是 YouTube 平台不止一个算法。是的，有很多人会认为 YouTube 平台只有一种演算法，其实 YouTube 平台是由不同的演算法整合起来的复杂系统，去帮助观众达到不同目的。YouTube 平台会根据 YouTube 首页、YouTube 搜索页面、订阅页面、推荐页面、流行话题页面设置不同的算法，去满足观众不同需求。今天这期影片我会涵盖3种最基本的 YouTube 演算法，也就是 YouTube 首页、推荐影片还有搜索页面，这是大家最需要知道的。首先 YouTube 首页的推荐算法， YouTube 算法会根据观众在 YouTube 首页上面的一些行为，去判断观众到底感兴趣哪些话题影片，从而推荐给他们潜在感兴趣话题的影片。例如观众来到 YouTube 上面点击了一部关于美食类的影片，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回到 YouTube 首页上时，就会发现他的首页上面有非常多美食类的影片，有之前观看的那部影片，他的频道里面其他的影片也有其他美食类频道。如果观众在搜索栏里面搜索投资理财，并且观看了一些影片，那么当他下一次再回到他的 YouTube 首页上时，就会发现他首页上面增加了很多关于投资理财类的影片。YouTube 首页上面的算法就会根据观众在首页上面的行为，去判断观众的兴趣，从而推荐给他们潜在感兴趣的影片。接下来就是 YouTube 的搜索算法。YouTube 搜索算法就是观众主动给 YouTube 算法发信号，去告诉 YouTube 算法他们需要什么。那么这个时候 YouTube 的搜索算法就会尽可能去帮助观众找到最可能满足他们要求的影片，并且留住观众的影片。YouTube 不仅会看重这些影片他们的标题还有描述栏是否做好了优化，同时会看重观众的反馈，观众观看哪些影片，没有观看哪些影片，观看的影片他们观看了多少时间，是否有互动等等，并且 YouTube 搜索算法也会看哪些关键词适合推荐哪些影片。如果观众在搜索一个关键词的时候，一部影片表现特别好，那么以后观众在搜索这个关键词的时候，这部影片肯定会出现在搜索排名第1位，因为这部影片是观众在搜索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最让观众满意的。还有一个就是 YouTube 的推荐影片。YouTube 上会判断，当观众观看完正在看的这部影片之后，他们最有可能继续观看哪部影片。基本上会根据3个原则来判断，这部影片是否有其他系列的影片、相关话题影片，或者是观众的观看历史。每个人的推荐影片页面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 YouTube 算法会为你专属定制你最有可能接下去看哪些影片。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技巧，如果想要让影片出现在那些高观看量的影片他们推荐页片里面，你就要尽可能的和他们做相同的主题，模仿他们的标题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很有可能把你影片和他的影片归为成一类，让你影片出现在他们的推荐影片里面。第5点就是 YouTube 算法对于每个频道都是平等的，别再听信那些传言说 YouTube 算法只喜欢大频道不喜欢小频道，所有大频道都是从小频道成长起来的。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大频道会获得更多流量，会成长得更快，就是因为 YouTube 算法已经得到了很多大频道信息，大频道也已经有了基础。YouTube 算法知道他们影片是什么样主题的，应该推荐给哪些观众。作为小频道，如果你能够完成 YouTube 平台目标，去通过优质的内容去让观众停留在这平台上越久越好，那么影片也会获得更多推荐量。YouTube 演算法是为观众服务的，你的影片也是一样。如果你现在觉得迷茫，我希望你能够完成以下的几点。你的频道需要一个清晰的针对观众，你要知道
道他们感兴趣什么内容，不感兴趣什么内容，你只是做他们感兴趣的内容。所有内容都要从观众的角度出发，而不是从你的角度出发。你的每一部影片都要做好优化，从影片的话题，再到影片的标题、描述栏还有标签。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使用 TubeBuddy 这个工具，这是你做好影片优化的关键。具体教程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这部影片，然后你要去观察每部影片观众观看了多少时间。如果你发现每部影片观众观看了非常少时间，你要去分析里面的原因，是否因为自己的内容没有挂好，还是因为自己太慢进入了主题，让很多观众早早离开了影片。要记住，观看时间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你的影片是否能够获得更多推荐量的关键。同时，对于小频道，如果想要开通收益，你的频道就需要累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然后开通广告收入。我想知道如何快速的积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可以看我这期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对我频道，记得把旁边小铃铛打开。如果想要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精英目标使用工具。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。